迎回来浮夸弄。第一堂 Procreate 基础书法课终于开课了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分享这么特别的一集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 Procreate， 或者是尝试想要用平板写书法字的话，那这堂课就是为你准备的。这门基础书法课跟一般毛笔书法课不太一样，首先要先认识 Procreate 这个绘图应用程式，进一步我们可以怎样利用它既有的绘图功能写出书法字，是真的用写的，不是用画的哦。那由于这堂课主要是针对不熟悉 Procreate 的新手，所以会多花一些时间解释练习，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完我精心准备的内容。那这堂课分上下两集，上集会分享怎么开始使用 Procreate， 还有怎么画9宫格跟米字格。那先说明一下这个应用程式，下载 Procreate 会收取一次性的费用，目前是美金12.99，大约新台币400元左右。跟其他绘图软体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算非常便宜。如果只是玩一玩，也挺划算的。Procreate 目前只能在 iPad 使用 ，iPhone 可以下载 Procreate Pocket，Android 的话目前还没有这个程式。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怎么使用 Procreate 咯。到 App Store 下载完之后，要先打开画布，点一下右上角的加号，就会显示新画布。再点一下这个档案图像，这里可以设定画布的规格、颜色配置、缩时设定，还有画布属性。我们先设定画布规格，因为等一下要画正方形的写字格，所以这里画布的宽度跟高度先设定为800画素。DPI 就是 dot per inch 的缩写，简单来说就是画面细致的程度。基本上300个 DPI 就是可以保持最佳的画质。那这里就会告诉你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这个画布最多可以有400个图层。再来设定颜色配置，因为现在单纯是练字用，不需要考虑印刷的色彩配置。那直接点 RGB，然后用预设值就可以了。缩时设定跟画布属性不会影响练字，暂时不用动，以后觉得有必要的话，可以再回来调整。最后就是帮画布命名，点一下画布的标题，我先设成800×800写字格，点一下蓝勾勾，就完成了。再来先简单介绍一下界面，从右上方开始，笔刷的图案就是绘图笔刷库，里面已经有很多预设的笔刷，参数设定都是可以自行调整的，还可以储存、汇入和分享客制的笔刷。手指的图案是涂抹工具，可以做出类似手指涂抹过的渲染效果。橡皮擦的图案就是橡皮擦，可以删掉不想要的部分。两个正方形重叠是图层的意思，像蛋糕一样，可以层层加叠，不同口味跟口感，让作品更有层次。最右边是颜色选择，可以选色、调整、调和，还可以储存、汇入和分享调色盘。左上方是进阶功能，最左边的作品集可以分类管理你的作品。反手的图像是操作，
有添加、分享、调整画布等功能，可以自定界面和触控设置。要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个帮助中心会连到官网，里面有 Procreate 的详细使用说明，非常建议大家点进去看，可以更了解每个功能跟参数的超能力。目前官网只提供3种语言，可以用 Chrome 浏览器进入网站，选择翻译成你要的语言。再来，这个带星星的魔法棒是调整功能，类似手机里面照片的编辑功能。除了调色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效果。彩带图是选取工具，有4个选取工具，可以让你选取特定的部分做修改。箭头是变形工具，顾名思义，可以将图片放大、缩小、移动位置，还有扭曲变形。最后是侧栏，用来调整笔刷尺寸和不透明度，还有快速操作撤销、重做等等。中间有一个修改钮，你可以自己把它设定成任何工具或选项的快速键。了解这些基本功能后，要实际操作咯。第一个，先画最基本的单格写字格，我会示范米字格跟9宫格。要移动或放大、缩小画布的话，可以用双指移动或缩放。想要了解手势控制的设定，可以点一下左上方扳手的图像，就是操作设定，然后到偏好设定，下面有个手势控制，就可以了解各种手势的功能或更改设定。其他不影响练字的功能，暂时不多做说明。在画格子之前，要先确认2个非常关键的设定，就是绘图参考线跟速创形状。第一个，绘图参考线的设定在哪里呢？点一下左上方的操作，选择画布，打开绘图参考线，点一下编辑绘图参考线，选择2D 网格，然后网格尺寸设为100画素，其他不需要改，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蓝勾勾就可以了。第2个设定是速创形状，一样点一下操作，选择偏好设定，到手势控制，选择速创形状。速创形状的意思就是可以快速的画出预设的形状。打开画画并按住，延迟的描述可以自定。延迟描述的意思是画完后要按住多久才会启动速创形状。如果你不想常常触发速创形状这个功能，就把延迟时间调久一点，最久可以到1.5秒。我喜欢用0.3秒。然后点一下右上角的蓝勾勾就可以了。再点一下操作，工具列就会自己收起来。再来就是选择合适的笔刷，点一下右上角的笔刷库，选择经典笔刷库，找到书法笔刷，画格子，选最简单的单线笔刷就可以了。然后到侧栏调整笔刷的尺寸跟透明度。调整尺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同样是1，接近2的话比较粗，接近0比较细。
那我们先把尺寸先设为较粗的1，透明度维持100。再来选择合适的颜色，点一下颜色。这里有5种颜色设定的方式。我想练过书法的，大概都习惯偏红色的格子。那我就先用调色板里有的颜色做示范，再点一下就可以关闭。现在我们要照着网格的线画出正方形，因为刚刚已经先设定好速创形状的功能，所以现在要一笔画完才会启动速创形状，不能断开哦。那画的歪七扭八没有关系，当下笔与收笔的那一点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自动侦测你想画的形状。这时候视窗上方就会跳出编辑的工具列，然后点一下正方形，Procreate 就会自动校正线条。也可以按住并移动蓝色的点做微调。好，再点一下，工具栏就会收起来，这样正方形就完成了。如果还是觉得不满意，想重画，有3个方法可以修改。一个是到侧栏，返回上一步，这是我最常用的。第二个可以选择橡皮擦，直接擦掉。或是到图层，点一下要修改的图层，然后选清除。画好之后，因为等一下画米字格跟9宫格都会用到这个正方形，所以我们先点一下图层，然后重新命名，命名为正方形。再来，同样到图层，点加号，新增图层，重新命名。我们先画米字格，然后调整笔刷的尺寸到最细，先画十字，调整一下位置。再画对角线，一样调整一下位置。好，米字就画好了。因为正方形跟米字在不同图层，所以现在要合并2个图层。那我们先打开图层，点一下正方形，按住正方形向左拉，会看到这3个功能。点一下复制，就可以复制图层，可以把原来的正方形图层先关掉。用双指捏合米字跟正方形合并2个图层，这样米字格就完成了。再来画9宫格，一样，点图层，
点加号，新增图层，把米字格的图层关掉，打开正方形的图层，然后照着格线画井字，调整一下。好，画好了。一样要合并正方形跟9宫格两个图层，同样的步骤，打开图层，点一下正方形图层，按住向左拉，点一下复制，复制正方形图层，然后按住正方形，往上移到井字的下面。如果你不想用手指捏合的方式，也可以点一下上层井字的图层，然后选向下合并，这样也一样可以合并上下两个图层，然后重新命名为9宫格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如果你的 iPad 够大，想要同时有6个字的写字格，该怎么做呢？可以点一下左上的作品集，回到作品集的页面，要新增一个不同尺寸的画布，一样点一下加号，再点一下档案图像。除了画素，也可以选择比较熟悉的单位，例如公厘。那我先设一般 A4 的尺寸，也就是宽度210，高度297。颜色配置一样选 RGB， 预设的配置不用改。再来画布命名，6字练习格，点一下蓝勾勾，完成。一样要先设定好绘图参考线，点一下操作，选择画布，打开绘图参考线，点一下编辑绘图参考线，选择2D 网格，然后网格尺寸设为500画素，其他不需要改。完成，点一下蓝勾勾。好，再回到作品集，点开刚画好的练习格，到图层，选择你要9宫格或米字格，点一下你要的图层，然后拷贝，拷贝你要的图层。再回到6字练习格，点开操作，选择添加，然后贴上。刚刚拷贝的图层就会在这里，这时候图层会自动开启变形工具。可以先调整一下大小跟位置，都调整好之后，再设定需要的功能。这里保持均匀，然后点开对齐设定，打开磁性与对齐，这样等一下其他的格子都会自动对齐。好，关闭变形工具，打开图层，复制米字格，打开变形工具，按住米字格，移到定点。Procreate 就会像吸铁一样固定，并且对齐到你要的位置。这里有蓝色的线代表对齐格线，黄色的线代表对齐物件。我们本来就是照着格线画的，所以两者都可以对齐。好，
同样的步骤，你可以再重复练习4次。格子确定都排好之后，打开图层，一指在上，一指在下，双指捏合，就完成了。然后可以打开操作，选择画布，关闭绘图参考线，这样画面比较干净。如果你不想格子的颜色太显眼，可以点开图层，在字母 N 的地方，可以调整透明度，这样子格子的颜色就不会太显眼了。再点一下，就可以关闭。开始练字之前，记得先到自制楷书笔刷影片设定好你的楷书笔刷，或是到我的商店下载。那怎么汇入别人的笔刷呢？下一集一起分享咯。如果你想节省时间，也可以到我的网站下载写字练习格。不过，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个软体，还是建议自己画一次，这样会更了解 Procreate 的界面与功能，也方便自己以后可以更灵活运用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次见咯。